有看过历史微见前几期节目的观众们都会记得我反复提起的什叶派之弧一词。如今，一条从伊朗到也门的巨大抵抗之弧已初步形成，而这条弧线当中最为耀眼的，还是敢于主动袭击美军的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仍未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胡塞武装，如今已控制了也门的北部核心区域，成为了事实上的也门统治者。然而，胡塞武装能走到今天，除了伊朗的鼎力援助之外，同也门的独特国情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过去半世纪之间，也门的局势曾多次反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南北也门都分属不同的政权。也门同胡塞武装的故事很长，今天要讲述的是独属于也门的南北朝时代。在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时代，也门只是红海西岸的一个地理区域，无数的阿拉伯酋长领地构成了也门的主体，而此地的居民也多以现代生活方式生活。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在从奥斯曼手中强行抢过也门南部之后，建立了名为亚丁保护地的殖民单元。但等到奥斯曼解体之后，英国人却并不想将亚丁保护地归还给获得独立的也门人。英国人的这个决定拉开了也门百年分裂的序幕。刚刚获得独立的也门人并没有时间与能力同英国人讨价还价，于是他们决定先建立国家，再解决分裂问题。1918年，也门的北朝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宣告建国。刚刚建立的北也门王国十分虚弱，统一大业被暂时搁置。不过，北也门人等得起。此时的南朝南也门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是南也门的面积虽然是北也门的2倍，但是人口却只有后者的1/4。北也门人清楚，只要南也门失去英国的保护，那么结束南北朝状态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他们决定蛰伏下去，等待英国人撤出也门的那一天。但是中东的所有故事就有句在等待改不了任何事情，而意外就会导致更多的意外。北也门从建立那一刻开始，数十年如一日的等待英国人离开南也门。然而他们一直等到2战结束，前殖民地纷纷独立，也看不到英国人离开南也门的影子。王国政府的毫无作为令北也门人心骚动，也门人开始认定是国王的无能导致也门迟迟无法统一。而50年代中期也恰逢泛阿拉伯主义与共产主义风起云涌，于是觉醒了的北也门人决定先进行自我革命。1962年9月，一批向往阿拉伯统一的也门军官发动叛变，试图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然而革命者虽然成功地推翻了国王，但他们低估了在首都之外的地区支持国王的保守派与宗教势力的强大程度。这次顺利的叛乱反而激活了也门内斗的无尽连锁。就在北也门革命的同时，按兵不动的英国人突然一反常态，开始在南也门做动作。1963年1月，英国人突然宣布将南也门最发达的亚丁殖民地同北部的英国保护国南阿拉伯联邦合并。此举意图在南也门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以同有红色背景的北也门新政府对抗。英国人认为新建立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软弱的王国政府，这个新国家为了统一也门，绝对有同英国展开直接对抗的决心。而英国人知道北也门的后台是纳赛尔的埃及，而埃及的后台是苏联。既然如此，将南也门整合建国，并作为抵抗北也门的前线，既能避免英国直面苏联的压力，也可以阻挡北也门彻底完成统一。英国人的决策看似巧妙，但是却遗漏了3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英国人低估了北方保守势力的强大。虽然北也门的革命党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国王政府，但是北方的宗教与保守势力同样有与新政府展开内战的决心。英国人比起整合南也门，更应该支持北方的保守势力。而第2个细节则是南也门的觉醒程度，实际上比北也门还要高。英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南也门之所以没有叛乱，不是因为此地居民完全不知道北方崇尚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在零散的殖民地内缺乏统一的组织名号。英国人整合南也门反而给了革命者机会。1963年7月，同北方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民族解放阵线借南也门独立的名义，宣布展开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游击战，而这最终成为了英国人的一场噩梦。最后一个细节则是也门虽小，但却也有南北鄙视链。
北方人认为南也门是英国人的走狗，而南方人认为北也门是没素质的部落民。这两拨人虽有共同的民族背景，但是想实现真正融合也极不容易。1963年，南北也门几乎同时开启了内战，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场北也门革命者、北也门保守势力、南也门革命者与英国殖民者的四方混战中，第一个失败者居然是英国。因为对于也门本地的参战者而言，也门内战是在搏命，而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内战泥潭只是在消耗大英帝国的银子。1963年开始，为了应对南也门无穷无尽的治安战，英国人每年要在这个小小的殖民地上耗费1半的军费。1967年11月，承受不了开销的英国人决定一走了之。英国人在没有同也门任何一支势力进行协商的背景下，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南也门革命者当场获得了南部的战争胜利，并建立了完全独立的也门人民共和国。可是南部的率先统一不仅打了英国人的脸，也打了北方人的脸。整场冲突最早始于北方推翻自己的国王，可是南部已经独立建国了，北方人还在与国王的支持者纠缠不休。北方的乱象令南方领导人丧失了信心。1970年，南也门宣布终止同北也门的统一进程。在看到南方心凉了之后，北也门立即与同保守派进行妥协，试图通过结束内战重启南北统一。可是这种行为适得其反，北也门的保守派本已是风中残烛，革命者的妥协让他们不仅活了下来，还有机会在新政府中封侯拜相。在南北也门分别独立建国之后，双方的态势反而同战前截然不同。北也门早期虽然有埃及与苏联的支持，但因为埃及同苏联在70年代决裂，加上与保守派妥协，导致大量保守分子进入政府，北也门成了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阿拉伯政权。而南也门因通过武装斗争独立建国，其执政党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终脱胎于革命者的北也门反而成了保守势力的大本营，独立建国的南也门却成了有苏联支持的红色国家。但南也门成也苏联，败也苏联。随着苏联濒临解体，没有了外部援助的南也门经济崩溃，不得已之下，执政南也门的社会党政府只得选择求助于北也门。而北方给出的条件则是南也门接受北方主导的统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1990年5月，南北也门宣布统一，北方首都萨那成为新国家的首都。可是南方接受统一属于病急乱投医，在南方从苏联解体中稳住阵脚之后，他们又开始后悔接受这个北方主导的统一方案了，并且因更加发达的经济基础，北也门人在南也门人心中的形象一直都是部落出来的乡巴佬。可是北也门人认为是你求着我统一的，现在出尔反尔就是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双方的各执一词，导致1994年新一轮也门内战的爆发。凭借着师出有名与更强大的实力，北也门在2个多月后即宣告赢得内战，并在实质上吞并了南也门政权。然而内战的胜利虽然消灭了领导阶层的分歧，但北也门人的趾高气扬却令南北民间的矛盾继续激化。武力统一之后，南也门人不仅再不提统一一词，反而开始怀念南也门独立时代。他们开始在统一的国家内宣传南也门再次独立的思想。北也门领导者虽然获得了战争胜利，但也没过上多久好日子。在1970年的妥协当中，北也门释放了太多保王党与宗教分子。这些人在南北尚未统一时，碍于统一这个最高的政治正确，尚不敢兴风作浪。而等到也门南北统一之后，这些未被清算的保守势力便开始了死灰复燃。1992年，在南北也门统一不到2年时，一个名为信仰青年的什叶派组织在也门北方宣告成立，而这个组织将再次终结也门的短暂统一。